我没中毒，很惊讶。那日在寿宴之上，我就察觉到了香炉不对劲之处。大家并无大碍，便没有放在心上。而后太后晕倒，本王便知道此事不简单，所以将计就计，送你们上钩。东宫宫女慧珠，说吧，谁派你下的毒？贤妃还是太子？我不知道你在说什么。不知道我在说什么。本王倒是不介意，让你知道军营里对待奸细的手段。给你个机会，说出背后主谋，我放你走。不说也可以。那本王在你身上多扎几个窟窿，等你血放干之前，你都有机会。我答应你。王妃，你把药喝了吧。大夫说您在冷宫受到了惊吓，还有些风寒入体，得好好养着。我不想喝。苏千玉那边怎么样了？王妃莫慌，王爷已经找到真凶了，现在正在面圣。听说牵扯到太子和贤妃娘娘，估计会是一场大官司。父皇明察，虽然慧珠是母妃宫中的侍女，但此事绝对跟我和母妃没有半点关系。证据都摆在这儿，人也是你宫里的人，还说这件事和你没关系，当真以为朕老糊涂了吗？皇上，是臣妾御下不严，与太子无关啊！皇上，此事与母妃无关，都是儿臣的错。要怪，就怪儿臣识人不清，害了太后，也差点害了父皇。太子这是何意？那个叫慧珠的宫女，前些日子被母妃送到东宫教侧妃规矩，竟然被侧妃收买了。归根结底，还是儿臣太过感情用事。说来愧疚，岳氏跟苏王府是表亲，所以儿臣才会对他设防，这才受到蒙蔽。何出此言？儿臣已经查清了岳氏的真实身份，他的父亲是老王叔麾下旧部，他曾因行军不利，父皇下令将其满门抄斩，也不知他为何得以逃脱，到儿臣身边。应该就是找机会谋害父皇报仇。千月，这消息可否属实？陛下明鉴，当年岳氏一案，也有父王治下不严之过。岳氏有幸逃脱，被母妃收留，吾皇宽宏，并没有赶尽杀绝，所以我肃王府上下从未有过犯上之意。不日前，岳氏与太子相识。太子求娶为侧妃后，这岳氏突然要为父报仇，个中曲折，恐还需调查清楚。苏王妃驾到。王姐，你现在倒是有大家闺秀的样子了。还要感谢王姐曾经的教导。齐宣再笨也该学聪明了。你今日就是来嘲笑我的吗？王姐可后悔？后悔？他到底对你做了什么，让你对他情深至此？太子殿下为我岳家洗清冤屈，又在我落魄的时候给了我一个容身之处。即便知道他对我多番利用，我也不曾后悔。在下苏千许。当日救命之恩，今天就当是还他了。就因为他救过你，帮过你，
你就对他这般死心塌地。如果说这一切都是他算计好的，你什么意思？不管真相如何，岳氏不能再留。这件事，千玉处理得很好，往后太子继承大统，有你辅佐在侧，朕也就放心了。岳家的案子和老肃王爷无关，当年是岳将军急功近利，中了对方的计，老王爷御下不严，被圣上责骂，还不忘为岳家求情。岳家的悲剧跟肃王府无关。你胡说！苏千玉查过了，那日的英雄救美，不过是苏千玉一手策划的，你却以为你们是命中注定，殊不知他一直在利用你。他说你接近他是为了给岳家报仇，要犯上作乱。因为是储君，所以草菅人命就可以被原谅吗？若天下之事当真如此不公，这个皇位，我苏千玉要定了。我这一生就像个笑话，欠你们的只有来世再还了。苏千玉已经为你打点好一切，你不会有事的。但从此以后，你不能再踏入都城半步。千羽身边有你，我就真的放心了。让千羽千万小心，你们要的东西，现如今都在东宫手里。这是……听洛云说，江南红螺寺有一棵姻缘树特别灵验，求什么得什么。我们去不了江南，所以我让他们按照那棵姻缘树的样子布置了一番。布置这个做什么？这是求姻缘的，可我们已经是夫妻了。不够，我想与你执子之手，与子偕老。生生世世，永不分离。没想到你还信这些啊！我从前不信这些，可是自从遇到你，我好像变得越发贪心了。想要跟你在一起的时间更久一些，想要活得更久一些，这样哪怕死后进地狱，也觉得值得。你胡说什么呀？我没有胡说，这是我母妃的玉佩，她的闺名叫舒婉，这是她留给我唯一的东西。现在我把我最珍贵的东西交给你。自从那天你被关进冷宫之后，我每天睡不好，吃不好，害怕你出事，害怕。你这么害怕失去我啊？那如果有天我突然消失在你的世界里，你会怎么样？那曙光是你守候的力量，那曙光牵引我不彷徨，翻越过山高水长，四季轮转，抵达你身旁。那曙光护我孤独中坚强，
山高水长，四季轮转抵达你身旁。那曙光护我孤独中坚强。对了，跟你说，我最近总是梦到一些奇怪的梦。我梦到自己到了大燕朝，那里有一个冷面的王爷，也叫苏千玉。然后我好像还跟那个王爷互换了身体，我变成了王爷，他变成了我。第一次是互换了，第二次又换回来了，奇怪吧？虽然很奇怪，但是你梦里有我，我还是很开心的。然后呢？然后当然还没有梦到啊，但如果是 happy ending， 我会告诉你的。肯定会 happy ending。现在我把我最珍贵的东西交给你。你这么害怕失去我啊？那如果有天我突然消失在你的世界里，你会怎么样？让夜露和成霜陪我凝望你那明媚的脸庞，追着光看前方，驱散迷惘，我依然爱的倔强。历练过多少次孤独和失望，我们也没有。如果没有你，我会死。放心吧，我会一直陪在你身边的。就让我们用力你我也送一个礼物给你。那一天你的光芒把我点亮，我看见念念不忘终有回响。送你的礼物。无惧狂风暴雨和前路漫长，我只想牢牢牵住你的手。为什么送我这个？因为小兔子对你很重要，所以你从小到大在宫里都没什么朋友啊。小的时候身边除了母妃以外，还有一只受伤的小兔子。那只小兔子陪了我很长时间，可有一天，小兔子也不见了，身边就再也没有说话的了。好像从小到大都这样，那些我在意的，总是不能留在我身边。放心吧，我会一直在你身边的。喜欢吗？喜欢。他们在另一个世界一定过得也很好，遇上一个温柔的人，安稳地过了一生，就像我遇见你这般。我看见念念不忘终有回响，无惧狂风暴雨和前路漫长，我只想牢牢牵住你的手掌。那一天你的光，既然我已经决定要留在这里，与他厮守终生，那我是不是应该尽我所能的去帮他？这是我母妃的玉佩，她的闺名叫舒婉，这是她留给我唯一的东西。现在我把我最珍贵的东西交给你。这些年我确实多番谋划过，但并非为了夺权，我只想还母妃一个公道。可是自从遇见了你，我好像变得越发贪心了，想要和你在一起的时间更久一些，想要活得更久一些。
你想要的公道，我帮你去讨。说吧，这块玉佩从何处得来？玉佩是故人所赠，他给我讲了这枚玉佩的故事，皇上可有兴趣？说来听听。玉佩的主人人如其名，是一名温婉贤淑的女子，名叫舒婉。可惜爱上了一个不该爱的人。桥上的初遇，她以为是爱情的开端，却不料其实是一场悲剧的开始。他们两情相悦，互许终生，可她的丈夫却连真实的身份都未告知。她不争不抢，专心相夫教子，可笑她最终连命都保不住，就连唯一的儿子也差点没保住。带着母亲唯一留给她的遗物，跌跌撞撞地长大。嫁人前，她笑得无忧无虑，可嫁人后，就连画像时，眼里都是掩不住的忧愁。她死得不明不白，凶手却踩着她的鲜血，稳坐云端，高高在上。不知她在天有灵，是否会后悔当年的相遇？也不知夜深人静时，那个男人对她可曾有过半分思念？等你到了朕这个年纪，就会明白，爱情不是生活的全部，还有更重要的事需要取舍。可他为了爱，却付出了他的一生。若他早知自己最终是被舍掉的那个，也许他宁愿没有那场相遇吧。你可知，就凭你刚才说的这番话，朕便可以治你大不敬之罪。到了今时今日，难道皇上还不想相认吗？因为我并非老王爷的亲生儿子。所以你……没错，我就是当今皇上的第一个儿子，真正的帝皇子。传速王，无论王妃说了什么，臣愿一力承担。起来吧。你的眼睛和舒婉很像，是王帝救了你吧？想不到，你以这样的身份，活在朕的身边。臣不敢。你是朕和舒婉的孩子，朕会加倍补偿你，给你应有的一切。你娶了一个好妻子，太傅这样板正的性子，竟能养出肃王妃这样的女儿。那幅美人图，不仅仅是一幅画而已。可惜，朕该是你的一分都不会少。奉天承运，皇帝诏曰：肃王千玉，乃朕与大行淑仪皇后之亲子，为大燕之嫡长子。今验明正身，认祖归宗，加封肃亲王。其正妃苏齐氏为亲王正妃。授以册宝，永袭勿替，钦此。恭喜皇兄了。不敢当太子一句皇兄。这只是开始。
没想到有了王妃的帮助，这一日来的竟如此之快，顺利的不可思议。是啊，我也没想到，齐宣比我想象的还要有用。属下有句话想问，您对王妃她……当初使臣一事，我便发现了他笼络人心的本事，没想到误打误撞，竟然让他发现了娴妃的把柄。虽然期间几多波折，但太后寿宴一事，也证明了我的选择没有错。使臣，大周使臣不是被王爷您自己说服的，跟王妃她究竟有什么关系？那王妃冲撞陛下，您就不怕陛下真的罚王妃？可事实证明，我赌赢了，不是吗？比起一个野心勃勃要认祖归宗，还手握兵权的王爷，一个为爱冲动的男人，更能让皇上接受，不是吗？那您对王妃她真的只是利用吗？一个人有了感情，便有了软肋。但我还有更重要的事，没有那么多的时间去儿女情长。说吧，这次找我又有什么事？我有一件事情需要你帮忙。东宫那边有我想要的东西，你能不能帮我支开太子？支开太子，是为了苏千玉吗？你知不知道你这样就是将自己置于险地？你如此全心全意地为苏千玉谋划，可若是他对你的感情没有你想象的那么好，你真的不会后悔吗？苏千玉，你可知道，当我决定留下的那一刻，我已经放弃了我的全部，所以你也千万不要背叛我。已经半年了，虽然我的记忆仍然无法恢复，苏千玉，我觉得只要身边有你，其他都不重要了。我们会一直在一起，就像你说的，幸福快乐的过一辈子就足够了。真正的记忆原来是这样。我说了，我没病。你能不能面对现实啊？你觉得这样下去我们还会幸福吗？你都疼我了！你就是要离开我！你为什么要逃避呢？你都想离开我。我告诉你，你休想！就算死我也要跟你在一起！你能不能好好说话？不能！就算是死我也要跟你在一起！原来是这样。